欢迎收听由 Solan Audiobook 带来的《斗罗大陆二绝世唐门》，霍雨浩第一人称叙述有声书第114集。大家好，我是霍雨浩。那天我在海参阁见到了玄老，玄老看着我，笑容里带着几分慈祥，也有几分沉重。他说：“你要是扮猪吃老虎，可得小心，别真变成了猪。”我笑了笑，可心里明白，他是在提醒我历练的道路上必须谨慎沉稳。玄老还说，学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你的了，去吧，外面的历练对你更有帮助。但记住，每3个月都要报一次平安。无论遇到什么麻烦，学院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心里暖暖的。史莱克学院不仅是我成长的地方，更像是家一样的存在。玄老喝了几口酒，说得很直白。日月帝国已经强大到足以撕破脸皮，魂导器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大陆的格局，个人的力量除非强如地天，否则已经很难左右战争的结果。我听得很认真，玄老的话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魂导器的意义不只是战斗，而是关乎整个种族的存亡。如果未来3大帝国能战胜日月帝国，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玄老看着我，目光深沉，我郑重的点头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少操心。离开海参阁，我径直去了唐门。唐门很热闹，弟子们比以前多了许多，魂导器的研究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。看到这一切，我心里踏实了。刚进内堂，我就听见了二师兄和菜头的声音，都按照计划来，材料必须用最好的，省不得。我解除了模拟魂技，露出了真身。和菜头看到我时，那一刻他像见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，猛地抱住了我。小师弟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笑着说，二师兄，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然后我问起了大师兄，和菜头说，他每天都往学院跑，急得不行，想办法救你呢。果然没多久，我就见到了贝贝。大师兄看到我眼里闪过的那一抹欣喜，让我心头一紧。我们寒暄几句后，我把在星斗大森林的经历讲给了他听，但隐去了黑龙逆鳞的事。我不想让兄长们替我担忧。我看着他憔悴的面庞，心里有些难受。大师兄，你最近辛苦了。他苦笑道，宗门这么多事，哪有时间休息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次我要帮你完成一件心愿。这件心愿和小雅有关。当初在乾坤问情谷，贝贝得到的奖励是2种能够让小雅恢复的植物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，而另一种需要我带她去落日森林寻找。对我来说，陪伴东固然重要，但在去昊天宗看他之前，我必须先帮大师兄完成这件事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和贝贝离开了史莱克城，飞向北方。飞行途中，我看着他，不禁叮嘱，大师兄，你要注意身体。他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心里的压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几个时辰后，我们抵达落日森林，循着熟悉的路来到了那片奇异的山谷。对火亮一眼，这里依旧是人间仙境，冰与火并存，奇花异草遍布。第一次来的贝贝看得目瞪口呆，而我却没有心情欣赏美景。我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是为了东寻找相思断肠红，那时候秋还在我身边。如今一个沉睡，一个已献祭。想到这，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，强烈的刺痛让我咬紧舌尖，提醒自己要坚强，只有坚强才能走下去。很快，我们被植物系魂兽发现，那股熟悉的精神波动传来，是幽香绮罗仙品的声音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他有些不满地问。我没有废话，命运之眼缓缓开启，玫瑰金色的光芒扩散开来，周围的植物魂兽们立刻躁动起来。他们怕我，不仅因为我是人类，更因为我继承了秋的命运之力。悠悠，我直截了当地说，上次你说过我可以带走7种植物，今天我要取剩下的。你要带我走？幽香绮罗仙品慌了。是的，他试图讨价还价，你已经有极致之兵，不需要我解毒。我冷笑，这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当我释放出命运之伤时，他彻底慌了。不要，我说，我告诉你想知道的东西。我亮出了贝贝绘制的画卷，那是他在乾坤问情谷看到的第2种植物的样子。幽香绮罗仙品感受片刻后，终于说道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蓝银黄。蓝银草之黄，10万年魂兽，只有它才能帮你们的朋友解除体内的毒，唤醒他的血脉。蓝银黄
我们对视一眼，眼里闪着光。对，唐雅的武魂正是蓝银草。悠悠接着说，把他带到这里，再把蓝银皇带来，我和他一起就能彻底解除他的毒。这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。离开冰火两仪眼时，我心里有种复杂的情绪，秋的牺牲，冬的沉睡，大师兄的牵挂，这些都压在我的心头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被压垮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帮小雅恢复，陪伴冬，找到复活秋的办法，乃至为母亲复仇。可无论路多艰难，我都会走下去，因为前方一定有光。悠悠看得出我一定会去，干脆给了我一份花粉，有了它，你不用再来找我。他是真的怕我了，甚至忍痛把花粉交出，我收下了，因为他不仅能救人，还让我救人时不再受制于他。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冷冽的声音响起，等等，是他蹩脚玄冰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皱眉，他说我要跟你走，成为你的婚礼。一瞬间我愣了，其他仙草避我如蛇蝎，他却要主动离开寒气冰泉，为什么？他很平静，留在这里早晚会死，跟你走也许能得到永生。永生，雪帝曾经对他说过这话，他想赌我能做到神位。我盯着他很久才说，你想好了吗？一旦签约就再没有回头路。他的声音带着一股死寂后的坚定。我想好了，我立下誓言，我霍雨浩发誓，和八角玄冰草签订平等契约时，必全力保住他的神智，成功率90%以上。若有虚言，让我死于寒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光芒展开，命运之眼开启，玫瑰金色的契约光辉覆盖他的身体，精神力如潮水般涌入，他的灵魂与我交织，他的叶片逐渐枯萎，生命化作最纯粹的能量融入我的身体。我的第六魂环骤然染上血红色，10万年，右腿魂骨成型，武魂真身升华，极致之冰的力量冲天而起。此刻我明白了，这是双影，他离开了禁锢他万年的泉眼，而我获得了更完整的力量。走出落日森林，我对贝贝说，大师兄，我不回唐门了。他看着我笑了笑，你要去看冬吗？是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放心去吧，唐门有我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展开飞行魂导器，全速飞向昊天宗。冬，你还好吗？我来了。一路上我只有这个念头，昊天峰依旧云雾缭绕。我刚踏上山道，就听到冷喝，什么人敢擅闯昊天峰？7、8名昊天宗弟子拦住我，为首的魂圣手持昊天锤，请回吧，昊天宗不欢迎你，我要见冬，请回。我心沉了下去，为什么不让我见他？冬，到底怎么了？让路！我压下怒气，却不退让。上！那魂圣高举昊天锤，瞬间化作10米巨锤，轰然砸向我。我没有退，右拳迎了上去，砰！巨响震得山壁雪崩。那魂圣踉跄退后，而我屹立不动。他们瞪大了眼，他用拳头硬撼昊天锤。废物！低沉的冷哼从峰顶传来。泰坦，昊天宗2宗主，超级斗罗。泰坦叔叔，我恭敬行礼。别叫我叔叔。昊天宗没你这样的值。他的声音冰冷。走吧，我不会让你见冬。我单膝跪下，求你让我看他一眼。他眉头一挑，冷哼，男人的膝盖只跪天地父母，你就这点出息，还想见他？滚！我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。那要怎样，您才肯让我见冬？打败我，超级斗罗，击败他才能见到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额头命运之眼缓缓开启，玫瑰金色光芒燃起。我知道差距很大，但我想试试。我要知道我和您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。这一刻，我不为证明自己，只为见到他，我的冬。试试。哈哈，好。泰坦大笑着走来，他没有释放武魂，像一个空门大开的老者，步伐却像洪荒巨兽般沉重，每一步都压得空气发颤。8黑1红，魂环升腾，恐怖的威压让昊天峰的云雾被震散千米。超级斗罗，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凝住了。额头命运之眼张开，修罗之瞳升起，我整个人融入那巨大的兽眼中。刻魂真身，修罗之瞳，玫瑰金色光芒照亮峰顶，第一道冲击光柱电射而出，直指泰坦。泰坦的眼神一凝，背后巨猿虚影，
一拳轰碎了我的灵魂冲击。黑色巨影仿佛能撕碎一切精神领域，可我没有停。第二次冲击，灵魂暴震，泰坦动作一致，精神出现了下洗。机会！我冲上前，右拳汇聚金光，思东拳思如泉涌，东晋在咫尺，却不能相见。我的思念在这一拳中爆发，金色的光与泰坦巨猿的黑光正面碰撞，岩石崩裂，我双腿齐膝没入山体，口中涌出血丝，但我挡下了超级斗罗的一拳。我没有退，雪女现身，八角玄冰草加持，极致寒意升腾，地剑冰肌无双，与念东剑，念念不忘，双剑合璧，蓝与金的剑芒交织，撕开长空斩向泰坦。泰坦脸色一沉，武魂真身拓坦巨猿，5米巨猿金刚不坏，他硬接下了这一剑，竟然晃动了一下。思念让超级斗罗也恍惚，我追击，雪女融入体内，右掌晶莹，地掌大寒无血，好东掌生生世世，金光白芒印在泰坦胸前，交戈作响，我被震飞，鲜血狂涌，可精神力突破防御，像潮水般冲进泰坦的意识，让他流下泪水，陷入我的思念之中。我悬停在半空，气魂环切换，命运之眼再次开启，冰壁地黄蝎武魂真身，劝地降临，冰地与雪地并肩而立，八角玄冰草加持，极致之冰压缩到极点，白与绿的光舞交织，温度无限接近绝对零度，冰雪二帝之骄傲。天地轰鸣，光柱倾泻，压向泰坦。就在此刻，9条青龙盘绕的光照落下，挡住了我的极致一击。牛天，昊天宗大宗主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他把泰坦扔回昊天堡，抱起我，带我进入石门。我醒来时，浑身撕裂般的疼痛。牛天站在床前，冷冷看着我。牛天叔叔，我赢了吗？赢，以你的实力不过泰坦一击。我咬紧牙关。那东呢？他醒了吗？牛天沉默片刻，说道：他醒了，他父亲治好了他的隐疾，但忘了你也不再叫王东，他离开了。太好了，我几乎跳了起来，疼得再次倒下。牛天看着我，诧异，他忘了你，你很高兴？我高兴他活着，他会记得我的，我会让他想起来。牛天摇头，想知道他的去向，等你有9环成封号斗罗再来问我吧。牛天离开，石门缓缓合上，我躺在冰冷的石床上，心却热得滚烫。东醒了，这就够了。无论他去哪里，无论他记不记得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为了他，我要更强。本集播放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本频道，及时掌握一手资讯。